Hello，各位开拓者们，大家好，这里是棒棒克拉拉兄。今天是在进入二项乐园之后的第一次录音。这部片主要会聊关于克拉拉队伍里面拉条的部分，但聚焦的点跟之前会不太一样。以前我都是拿星期日去跟记忆组或席联来比，但有没有一种可能，跟星期日竞争的并不是上面说的这两位拉条拐，而是提保了这个位置呢？就是我最近有一些打虚构的影片，配对的部分蛮特别的，例如像虚构这种队群环境，我选择的居然是藤荒、席联跟星期日，而没有带提保。然后也有人在看我打虚构的时候，好奇的问我藤荒配置星魂到底是多少？为什么只是2魂就可以打出这么夸张的伤害？龙鳞撞下去常常都是300多万在跳的。关于这点，这是因为虚构叙事在当初 3.0 的那次大改版改了机制，每当你击杀一个小怪，最中间的 BOSS 都会被扣除 2.5% 的最大生命值，而这个斩杀小怪的自损伤害会跟着你该次攻击所造成的伤害一起结算。我们都知道虚构现在的尾王很硬，血量都已经膨胀到了3-4千万，就让我们以3000万来算好了。你会发现在这时候只要击杀掉一个小怪，王的本体就会被扣75万的血，而这个队伍不管是克拉拉还是藤荒，都是那种擅长对群的角色，常常一次攻击下去就是打死好几个小怪，看谁尾刀，这个数字就会算在他身上，跟原本打的值上加在一块。所以很多时候在虚构看到的大数字，并不是只依靠角色本体打出来的，有大半都是环境的机制。例如假设你看我龙鳞撞一次有500万，可能其中只有200多万是我打的。那过去克拉拉在虚构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小怪死得太快，他的反击跟战绩有点机制上的互搏。其实他的战绩可以打5个目标，但小怪在大部分的环境都不会有反击标记，导致说他的战绩几乎都只剩下原本的一半伤害，都打不死小怪。那个反击标记的倍率只是技能叙述上写好看的，看得到但吃不到。而藤荒的出现就是解决这个问题。2魂以上藤荒的强化龙鳞倍率很高，也是对5个目标。基本上就是可以把强化龙鳞当成克拉拉的战绩在用。在虚构叙事里面，克拉拉本体的攻击搭配藤荒的强化龙鳞，他们的攻击频率很高，就算单次攻击没办法直接把怪打死，也可以降低他们的血量。可能我这次攻击只能把每个怪物都打到半残，但当轮到下一次的强化龙鳞攻击或是克拉拉的战绩的时候，就已经进入斩杀线了。例如你常常在我影片的画面看到，明明打的是差不多的敌人，克拉拉的强化反击有时候只有几十万，但有时候却可以打到300多万，就只是差在有没有把小怪打死。像虚构现在血量这么高，克拉拉作为一个机制原始，虽然主打对群，但没有任何对单补偿的角色，他本身就不擅长用智商去灌死最中间的王。如果我们想打得快一点，就只能利用小怪的自损机制。当虚构敌人的血量很少的时候，那 2.5% 可能没有多少，不如你多让主 C 吃一些 buff 能打得更多。但当环境膨胀到现在这个程度的时候，你每击杀掉一个小怪，最中间的王都可以扣个60-70万的血，这个就很吓人了。假设以后血量再继续往上膨胀，也许到5-6千万或是更多，那这时候我们再继续聚焦在角色本体的智商，就有点不切实际了。其实这蛮特别的耶，毕竟克拉拉不是黄金翼，但我现在的队伍基本上是离不开席联，他直接变成了一个藤荒专拐。这种双拉条龙鳞的玩法多了很多可以去操作的地方，不是只是单纯的被动等人来打我。不过上面说了，这个也仅限虚构，如果是混沌回忆或其他环境，一律都是带异魂提保比较好，我们还是需要提保异魂的那个对单击或机制。而且以长轴来说，提保的高频率追击跟大招还是可以帮席联叠比较多的追忆，星期日的话动的还是比较慢。克拉拉带这种双拉条龙鳞的玩法比较强的前提，必须要是虚构这种小怪多到打不完的关卡，以及把环境 buff 也考虑进来。然后别忘记了，要这样玩的门槛还是一样的高，除了藤荒一定要2魂，席联也是。而就算是都抽上了这个配置，席联在这个组合里面还是必须要第2动才可以开大。所以有爱在玩，这并不是一个全队0+0有角色就可以体验的配对。OK， 说完了星期日，最近有很多人问我，改强后的花火对克拉拉有没有料，对他的提升如何？关于这个问题，我一律建议喜欢谁就带谁，不用考虑那么多。像主播我自己的账号，2魂花火、1魂星期日、1魂提保、2魂席联这些该有的都有，而且只玩克拉拉队伍的，因为我不用考虑其他队伍还需要用到哪些辅助，所以以后我应该都会轮流带，轮流玩看看不同的角色，尽量不会说觉得哪个最好，就永远只绑死那同样的组合。今天聊这个也不是要跟你说星期日怎样，提保怎样，真的要去细究的话，其实2个的通关速度没差多少，配置有到的话，你继续用1魂提保也还是打得很快。
真要说的话，我自己花火玩下来觉得最主要的差别就是队伍战绩点永远都是满的，毕竟克拉拉队伍用不太到这些战绩点，以及因为队伍有藤荒，在龙鳞攻击次数跟解负面的部分都有差，星期日还是比较好，所以我还是建议先把花火拿去给需要战绩点的队伍用。花火确实也可以给克拉拉啦，但看到那个永远溢出的战绩点，我是觉得蛮浪费的。唯一的优点大概就是开自动的情况下，克拉拉不可能再去打普攻了吧。但前面说了，解负面跟拉龙鳞这块对于舒适度也都是有影响。虽然这版本可以自选一只花火，但克拉拉队伍目前造价昂贵的点，并不在于拉条拐这个位置。不管你有没有花火，不管你花火几魂，你最该优先抽的都是二魂藤荒。抽完之后再去考虑二魂洗脸跟一魂提宝，这些都是不会变的。在这些东西都抽到手之前，你拉条拐的位置放的是谁都不重要，你用的是花火、星期日还是记忆组，其实都没有太多的差别。可能有人会跟你说，有了藤荒之后，星期日就很好用，但在克拉拉队伍里面，星期日不是不能带，只是这个金的优先顺位一直都是被放在最后的。喜欢它的话再去补，不然的话目前都是建议先把二魂藤荒抽到手，再去考虑星期日，而不是说藤荒跟周日各有个0+1就有办法喝到汤的这种，你会玩得很坐牢，强化龙鳞都是马上就打完了。最后再来说说克律德拉，再过不到2个礼拜克律就要复刻了，可能因为我的影片蛮常带克律，所以这半年间我有被问过好几次，克拉拉如果没有克律可以带谁，或者说他刚需克律吗？我只能说克律德拉一点都不适配克拉拉，他们两个完全不是队友，因为克拉拉在配对上如果带了克律，就没有可以放大条拐的空间，他带的是10人套，自己的速度也超级慢，一场战斗根本打不出几个战绩。再来就是克律的拐力集中涵盖在战绩，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提升反击的。你之所以看到我会让他们两个在同一队，是因为我的克律满魂，我觉得它很好看，所以就抽满了。满魂的克律有提供很高的附加伤害跟大招伤害，所以就可以放在一起。但没有满魂的克律就不太有办法跟克拉拉放在同一队了，毕竟回合制游戏嘛，大部分的情况都是动得越多伤害越高，但克拉拉刚好被排除在这个底层逻辑之外，大部分的拉条拐对他来说帮助都很有限，因为不管拉的再多，没有反击标记的话都没什么用。只是虽然主动拉克拉拉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我们可以拉藤荒，而这也是我在配对上最近很喜欢带洗莲的原因。洗莲就是我的反击队里面的拉条拐。有的人可能会问，克律藤荒再加一个星期日，这样可以吗？如果你的克律跟我一样是满魂的，这样确实可以玩，但星期日改成洗莲会打得更快一点。而如果你的克律没有抽满，这样带其实是完全没有伤害的。所以如果你是个想帮克拉拉补队友的玩家，知道接下来该抽谁了吧？算一算时间，藤荒应该也快复刻了。二魂藤荒最重要，先把二魂藤荒抽到手，剩下的再慢慢去规划咯。好了，那今天这部影片就简单的聊到这边，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分享给我。我是克拉拉熊，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